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国务卿访英的战略转变。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啊，因为这涉及到美国的一些对华策略的问题啊。那么今天的新闻其实很多啊，那么我们在这么多新闻里面，我选了这一条啊，我认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英国应该是这些新闻里面最重要的啊。那么7月21号，蓬佩奥在伦敦会见了这个英国首相这个约翰逊。蓬佩奥去英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建立联盟啊。那么这是川普总统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啊。为什么？原因也只有一个。中国作为一个对手来说，中国太强大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大的力量啊。那么蓬佩奥在见完了这个约翰逊之后，他这么说，他说美国鼓励其他国家对抗中国啊，这言下之意呢，就是英美之间应该联手。那么从目前我综合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蓬佩奥访问英国那么他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会谈有8个议题。那么这8个议题是哪些呢？第一个当然是香港议题这没有任何疑问，就是港版国安法下的香港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新疆人权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华为议题，第三个。第四个武汉肺炎疫情第四个。第五个南海主权争议，第五个。第六个伊朗政局和中东和平进程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很多时候要听英国的意见英国在处理中东问题比美国人有效这第六个。第七个英美自由贸易协议第八个重申五眼联盟，就是英美加澳新西兰五眼联盟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这就是蓬佩奥访问英国肯定是一个战略上的改变那么这里面在最近一系列的动作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是什么？就是英国的改变英国的改变在此之前英国就算是港版国安法在发生的过程当中港版国安法其实在发生的这1个多月当中，英国的态度其实不是特别明朗英国主要的做法是什么？英国的主要做法是救援香港人，因为这是他的道义责任但是他在对华政策上面其实并不明确并不是特别明确。那么但是最近1到2个星期之间，英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改变的契机是什么？改变的契机就是华为，就是英国在华为议题上的改变，然后它的整个的英国对华政策就发生了，我们不能说根本性的改变，就是非常清楚而且明朗，就是英国要站在美国这边的了这个非常的清楚的，就是首先把这个叫什么？把华为从5G排除出去，这第一个。不仅是要排除出去，而且之前讲的是5年，现在说是要改到2年，2年就要把英国所有的电讯公司里面的华为设备全部换掉。这就是基本上把过去10几年华为在英国做的工作基本归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把这个转变之后，
据说当时这个英国还允许华为参加英国的5G项目的时候，当时这个川普总统雷霆震怒然后就给英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英国你现在就必须选边站，你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不选边站，你就没好果子吃。所以当时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川普总统亲自向英国施加压力，据说是打了很久的电话然后英国真的下决心之后，你看英国的动作就不一样。当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是 BNO 30万的 BNO 直接就变成了300万，29万直接就变成了300万，300万的 BNO 救援，然后而且是直接变成英国的公民，有给他们提供英国公民平等的权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取消引渡，然后武器禁运等等，后面就会有一系列的还有一个派军舰去南海派伊丽莎白航空母舰，不是军舰，航空母舰战斗群就是伊丽莎白女王这个航空母战斗群去南海。那么实际上在英国做了一系列这个动作之后，蓬佩奥去英国访问。那么这个去英国访问，当然这不是一个工作性质的，这是一个战略性质的转变战略性质是，你想一下，从中美贸易战到现在，美国在寻求其他的盟友吗？没有过，从来就没有过。美国一直认为，川普总统一直认为，以美国这么大的力量，我们自己动手就够了。所以在此之前，美国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寻求盟友，我们要建立联盟来对付中国，没有。美国都是自己干，自己足够的力量去干。但是这次不同，这次他需要盟友。首先他想到的是谁？英国。为什么？香港议题肯定跑不过去英国。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香港虽然美资企业很多美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经济利益也有战略利益你看一下美国这个领事馆的面积你就知道看一下美国领事馆的宿舍的规模你就知道，美国在香港也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据点那么所以，但是你翻过来你想一下，美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难道英国没有吗？英国的利益更大，好不好？所以美国要在香港议题上在香港下手，他不能绕开英国，他应该寻求英国的合作，这应该是不奇怪的事情。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蓬佩奥跑到伦敦去见这个英国首相约翰逊双方相谈甚欢。那么我看到的新闻是，英美似乎在对中国的这个议题上面达成了很多的共识。那么蓬佩奥也希望英国对中国的这个立场日趋强硬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英国为什么会改变为什么会在当然川普总统做了很多的工作让英国去改变英国对华为的态度，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议题的问题是整个战略上的调整。就是如果英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中美之间的对抗其实没有中间道路，你要不站在中国这边，你要不站在美国这边，其实没有中间道路。你站在中间，可能两边都不要你，那后果会更严重所以英国的改变，我觉得英国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就是美国一定要向英国交底。交什么底？他到底是来真的还是来假的？就是你是虚晃一枪，
我只是想给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去买更多的粮食，或者是买更多的这个美国的产品。如果你仅仅是一个这个策略，那英国就得搞清楚，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也不用调整对华政策。你反正你也是虚晃一枪，我干嘛跟着你起哄？我没必要跟你起哄。但如果美国向英国给交的底是什么？我现在不是跟他虚晃一枪，我是跟他来真的。你这个时候一定要选边站，你得站到我一边去。蓬佩奥去伦敦，我认为有2个重大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交底，他要跟约翰逊讲清楚，美国的战略是什么，美国对华战略是什么，而不是仅仅是个战术动作，是战略，整个战略，这个战略不是1天2天的，是一个延续的一个很长的时期的战略动作。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至少要让英国人放心，你别把给我卖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确认美国的战略意图之后，双方才有条件建立一个联盟。而这个联盟一定上来是什么？那一定不是英美之间的联盟，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五眼联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紧密的一个联盟，其实不是什么军事联盟，就是五眼联盟。五眼联盟从目前来看，在各个联盟当中，最紧密的联盟就是五眼联盟，就是美国、英国，然后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5个国家，这5个国家的联盟才是最紧密的联盟。那么美英之间先把事情谈妥，然后才是五眼联盟搞定，建立一个共同的立场。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下一步往前走的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所以川普总统这一次在香港议题上他开始，我觉得他的幕僚应该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就是说涉及香港议题不能够绕开英国，应该让英国一起入伙，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事半功倍。英国也有很大的力量，特别是在香港议题上。第一，英国人了解情况，对吧？第二，英国掌握着香港的很多的资源、关系、影响都很大，这第二。第三，和英国一起做这个动作，师出有名。因为你想一下，港版国安法首先破坏的是什么？中英联合声明，对吧？中英联合声明的苦主是谁？英国呀。你把英国拉到身边来，你也师出有名啊，你就变得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合理，而且非常的有力量。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的幕僚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了，所以才会有现在蓬佩奥跑到英国去跟英国谈合作、谈建立联盟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如果川普总统搞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后面的事情其实就更简单，就是更明朗，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更加明朗，而且更加明确。为什么？当你要去建立一个联盟的时候，这毫无疑问，这个联盟的头肯定是美国，那你肯定自身你要明确你的战略，你不能够把大家给忽悠了，而且你忽悠不了，你必须明确一个战略，你的战略就不是个临时性的。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大家会有个疑虑啊，什么疑虑？你看川普总统又不动弹了，是不是又买大豆了？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疑虑，而这个疑虑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之前川普总统在中国问题对华政策上的各种摇摆，他的各种摇摆让大家心里没底。那你想一下，你光让蓬佩奥去跟大家讲啊，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对抗中国的威胁，没有用，你必须有具体的战略出来，你才能够说服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从这件事情上，你反证了什么？反证了
川普总统对华政策的确定性。从当蓬佩奥跑到英国去的时候，就确认了什么？确认川普总统，确认了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已经明确了，不会再变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引导川普总统去做一个这样的改变，除了我们刚才讲涉及的香港议题，涉及香港议题的时候绕不过英国所以寻求英国的支持和配合，和英国建立联盟，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跟大选有关的议题因为川普总统的行事风格，很多人都认为川普总统就是单打独斗单打独斗就是把所有的盟友都得罪光了美国优先把盟友都得罪，所以你看拜登的很多说法，特别是在中国问题、对华政策方面，他更多的强调什么？我们需要建立联盟，我们需要跟盟友合作，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方面就显得什么呢？显得不够策略。你看这个7月9号7月9号这个拜登的对华政策里面，他讲了很多，我们要跟盟友一起来合作这个制止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威胁等等。那么他讲的这番话其实是有针对性。针对是什么？针对川普总统，他的确是单打独斗，习惯了这种单打独斗，而且川普总统的他的这种国际观不是很强因为他毕竟一直关注的是国内的事务，所以呢，拜登的这个说法是有针对性，而在这个大选当前那么川普总统做这个动作的意义这个竞选从大选的角度来看，他就是堵住拜登的嘴。你不说我没有联盟吗？你不是说我没有这个合作吗？你不是说我没有盟友吗？好，我建立一个给你看一看。这就是我就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总统的改变是我认为是基于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基于香港的特殊性，另外一个原因是基于大选。那么我们大体上就讲一讲就关于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去英国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战略上的转变。那么从这个战略上的转变，你可以看到可以解释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具体的在香港议题上动手。为什么？那你从现在来看就明白了，为什么他需要找英国，他需要获得英国的支持，他才会在具体事务上下手。否则的话，你都已经康已经开打了，然后跟别人谈说我们建立联盟嘛，就今天说你这打什么打？你建什么联盟？你打的时候把我们家罐子都打破了，那不好吧？所以在打之前，先把这个联盟建立好，然后讲清楚。那你有什么意见，你现在就提。那涉及到一些利益，涉及到一些政策上的影响，那你要给点意见。那就大家可以在联盟，在这个作为一个盟友之间的合作，他就可以谈了。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香港议题当中，川普总统的很多政策他没有具体的出来，他只是说我要这么打了但是他没有打。为什么？他还得找英国人，跟英国人谈完之后再打，应该是这个应有之义大概是一个应有之义，是这样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议题，就是主要是讲什么呢？讲这个蓬佩奥访问英国。具体的蓬佩奥访问英国，我觉得当然他在英国也见了谁呢？见了这个罗冠聪和这个彭定康
那么彭定康其实最近是Chris Patten 他最近是很活跃，他在一系列的活动当中，他都表现出对香港议题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啊。他是这个有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一个赞助人啊。那么彭定康最近有一个话，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到位，我给大家报告一下。他是怎么说？他说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天真的认为可以通过向中国示好而驯服中共领导人。他说历任西方政府都相信叩头之后就会有一大桶金在后面等着他说我们不断的自欺的认为，除非我们满足中国的所有的欲望，否则我们会失去巨大的贸易机会。他说这就是胡说八道这是胡说其实彭定康对中国的认知比西方的大部分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要更深刻。为什么？你想一下，那97期间，彭定康和这个新华社社长叫周南那个时候新华社社长其实相当于现在中联办主任周南那天天的唇枪舌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打了不是1-2年的事情所以彭定康其实非常了解中共。在整个欧洲，我认为彭定康是最了解中共的西方领导人、西方领袖所以彭定康在这件事情上的发言非常有价值非常有价值。那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我讲2个案件，这2个案件都是被美国的拿出来讲的案件。第一个案件是什么？第一个案件就是中国黑客有2个黑客，他在干什么呢？他在黑西方国家研究机构的资料黑他们什么资料呢？新冠病毒的研究数据这个其实之前美国曾经已经说过一次这个事情，就是中国的黑客在盗取美国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数据我说一下新闻，把新闻报一下美国华盛顿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处7月21号起诉2名中国黑客。这2名黑客和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电脑入侵，窃取知识产权和机密那包括这个新冠病毒的研究数据那么起诉书说，这2名黑客侵入了数以百计的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的电脑系统，以及美国、中国、香港持不同证件者、神职人员和人权活动分子的个人电脑。这份11个罪名的起诉书指控的2个人，这2个黑客，一个是34岁的李小雨，还有一个是33岁的董家志，10年前就开始对世界各地的电脑进行黑客攻击盗取了大量的商业机密和其他的数据。涉及的国家是什么呢？涉及国家有美国、澳洲、比利时、德国、日本、立陶宛、荷兰、西班牙、韩国、瑞典、英国那么涉及的行业包括高科技制造业、医疗器械、土木工程、商业、教育、软件、太阳能、制药、国防。那么大概是这样那么起诉书还说说这个第一，中国正在把网络入侵作为掠夺式技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第二，公众和国际合作伙伴可能不那么注意这一个趋势就是中国正在为犯罪分子提供安全的避风港。就是其实现在这2个黑客现在在中国，虽然他在起诉他，但是还没有到案没有到案。那么今天就这些黑客部分是为了个人利益，但同时也愿意帮助国家政权随时听候命令那么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包迪奇说今天的起诉显示，中国的国家安全部以及代理人
如果继续采取恶意的网络战术，以窃取他们无法创造的内容，或者使他们不愿意听到的声音保持沉默，他们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这其实是把这个案件就是公开一个这个案件，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目的，达到一个政治上的影响这是为了告诉大家，你看中国在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这是案件一。案件二就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中国访问学者然后被控这个签证欺诈。所谓签证欺诈是什么？就是他隐瞒了他现役军人的身份那么这个加州北区检察官办公室周一发表一个通报，这名这个中国访问学者叫宋琛今年38岁。那么检察官办公室对他提出的指控是提供虚假材料获得签证，如果定罪，他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徒刑，25万美元的罚款。那么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说这个宋琛上周末被捕，他预定在周二出庭参加这个拘留事宜的听证那么他是这么说法庭的文件显示，那么宋琛在申请表上说，他2000年到2001年在中国军队服役，并在北京西钓鱼台医院工作。联邦检察官说这是谎言。宋琛在2018年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人。检方说他填写的雇主是北京西钓鱼台医院，是为了掩饰身份。他所填写的地址是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他就是在这家空军医院任职。他在2011年之后还保持和这个单位的联系。调查员认为他是一名文职的军官，属于现役军人虽然这个宋琛坚决否认他与解放军空军或者是第4军医大学有工作联系但是检察官说研究论文显示他和中国空军保持联系他有证据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联邦调查局局长Ray 在本月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5000个案件当中有一半和中国有关那么之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一名来自中国的研究员叫王鑫，也被指控犯了和这个宋琛类似的罪行那么为什么？因为他也是隐瞒了他现役军官的这个身份也是属于签证欺诈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这两个事情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开始对这个来自中国的渗透已经非常的敏感和非常的小心就是说我们就说什么？就是西方误判中国西方对中国的误判已经开始过去了，特别是美国你看之前我们经常讲西方国家误判中国，那么误判中国主要是涉及3个层面。第一个，误判中国的意图对中国的意图是误判以前讲的是中国是改革开放，以为中国是要改变它的这个发展方向要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就一定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那是胡扯，那是不存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非常简单。所以西方国家一直在误判你要搞市场经济那你就肯定就不会搞社会主义。那么现在实际上它是真正的最终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它的一个过渡，就市场经济过渡那我们就误判了。所以第一误判的是什么？就是意图的误判，就是
中共的意图，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战略动作，它背后的含义不明白，就搞错了啊。那你比如说中国加入世贸，它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它有很多战略动作，因为总的意图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战略动作，因为你只有实现这些战略动作，你才能够实现你的总的战略意图。那么很多战略意图就误判，理解错了，理解错了，那就很多具体的，我们讲中国派留学生去西方，中国和西方很多国家搞好关系，中国的非洲战略，中国的南海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其实这个都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你由于总的战略意图没有误判了，那后面的这些战术动作，那肯定也是一系列的误判。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你通过这两个案件你已经知道，那美国它的对这个首先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误判正在被纠正，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是他不做他没有做，他不是说他做不到，他只是没有做，他开始做的时候，那他的手段是很先进的他的手段，他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不用担心，那没有问题所以在这个你看这两个马上就出来，你可以看陆陆续续都会出来很多。美国的情况跟中共的情况正好是反过来，就是美国会比较慢一点，它反应会比较慢一点，但是它操作层面它非常的精细非常的到位。中国的情况是反过来，中国操作层面呢，那是千疮百孔，一塌糊涂，因为它整体发展水平低，然后它用的人也烂，因为都是裙带关系，所以实际上它在操作层面是很差的，就很容易就稀里哗啦就叫翻车但是呢，它在意识层面呢，它比西方国家要走的前面，它很多意识，你比如说人民银行很早就开始干什么？搞数字货币，它很早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2016年，它已经有人民银行已经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它已经有个机构在研究，到现在已经研究了4年了。美联储现在还没开始动，就是所以西方国家在很多战略意识方面，它会比较慢一点，这中共呢，就情况的是早早的他已经想好了，但是手上的活叫北京话叫手潮，他手比较潮，他这个千疮百孔但是呢，就是西方国家呢，就是醒得慢，就是在西方国家完全没搞明白的时候，他把事给办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真的西方国家也知道中国也有这个意图在办这个事情，两个碰在一起，那毫无疑问，中国的这事肯定办不成。为什么？千疮百孔嘛，水平手潮嘛，这个没有疑问但是它办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看不到，不是的，是他没看，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你这两个案件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美国他开始动手了，他不仅仅是意识到了，他开始就亡羊补牢，开始补这个篱笆上的孔了虽然这里面已经跑了很多，但没关系你先把这个孔堵上，这叫亡羊补牢，这美国正在做这个动作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第一个，蓬佩奥去英国访问，目的只有一个，建立对华政策的联盟那么寻求英国的合作。那么如果英美之间形成了一个联盟，那香港的这个议题很快就会破题香港议题就很快会破题。美国之前说美国讲来讲去都没有实质性的动作，
那么实质性的动作很快就会，如果他们的这件事情已经搞定了，那么美国在香港的动作和英国配合进行，一定是这样发生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有2个案件，就是这2个案件主要一个是中国的黑客啊，起诉中国的黑客，另外起诉一个现役军人隐瞒身份的这个案件啊，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需要大家更多的给我们点赞啊，更多帮我们转发啊，我们需要更快的成长啊。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吧，我们的这个成长速度有点慢啊，原因有2个，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内在的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搬家等等因素影响了我的这个工作状态啊。那么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不是很稳定，我自己也不大满意。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工作的场景基本上稳定啊，那我觉得比较安定下来，那么做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品质也开始稳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是受到了一些外部的影响啊，那么这外部的影响，我希望也是能够克服。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还是需要紧紧的依靠我们的网友的支持，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大家不要聊天，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沟通效率高一点，好吗？另外我还要我这里鸣谢之前，我先谢谢PayPal 的网友啊，通过 PayPal 给我们打赏的网友。那么我之前也说过啊，那么很多网友通过 PayPal 给我们提供支持，我就不一一说名字啊。另外还有一个啊，我有时老是忘记啊，就是我们的字幕组啊，我们的字幕组呢，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字幕非常稳定的在更新啊，我们的节目不断的有新的字幕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字幕组的这个贡献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字幕组的工作，辛勤工作啊，那也非常感谢这个美西啊统筹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这里特别鸣谢一下啊。好，我这里鸣谢 TT， 谢谢。昨天收到国内一个朋友发来的音频，一听是王老师的声音，非常高兴啊，谢谢。兵家139，谢谢王先生辛苦了，谢谢。Renee Mac， 谢谢。归人111，谢谢。提问：今年习访日还有希望吗？日本民调64%反对习访日，我觉得习访日的可能性应该非常非常的低啊。闪电233，请王老师喝一杯小咖啡。深夜直播辛苦了，王老师加油，谢谢。Mike 猪，谢谢。Karen， 谢谢。哈拉孙，谢谢。Melrose Y， 谢谢。今天终于赶上王老师的节目，王老师辛苦了，谢谢啊。云在青天，水在平城，谢谢。好，那我们进入互动啊。观点，王老师镜头拉远了，今天感官效果很好，大家有什么？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有什么建议啊，只管跟我提啊，我是很希望大家能够把你们的意见跟我提，然后就这个我也做一些调整啊，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我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网友的建议来调整来改变啊，这更有针对性，好吗？观点。美国居然还需要和英国谈，没默契，是铁杆盟友，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可以了，那不是，那是2个国家啊，2个国家那不一样，我们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啊，一个眼神就搞定了，那哪没那么简单，2个国家它有不同的战略利益，不同的影响，
它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两个国家要建立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的啊。当然我觉得英国跟美国又不同，英国跟美国有一些特殊的历史的渊源，所以英美之间是最容易形成联盟的两个国家啊。提问：国内的媒体今天开始宣传，联欧抗美，说中国有更多的行动杠杆与欧洲搞联盟，说美国用中西意识纷争这种廉价工具不会离间中欧，请问欧洲会为了钱与中国勾兑和妥协吗？欧盟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啊，虽然德国在对华政策方面是有一些摆动啊，但是我认为啊，我们现在中文语境当中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的描述是有巨大偏见啊，有巨大偏见，就是说，其实是德国没有那么亲中，特别是德国没有那么亲共啊，很多德国所谓的亲共或者亲中的行为，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在一段话里面挑出那一句来，指出那一句的立场有问题，但是整个那句就被忽略了。经常遇到的情况，我看到的，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德国的立场是我不能说是污名化，但至少是会被严重歪曲了。所以我不认为，第一个，我不认为德国的立场那么亲中，而特别是德国立场更不能说德国是在亲共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毫无疑问，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在对华政策方面，它肯定和美国是不一样的。它一方面，欧洲的想法是什么？欧洲的想法，欧洲跟美国之间是有一些叫什么？有一些牙齿印的啊，有一些牙齿印的，其中包括英国啊，英国脱欧这件事情是有牙齿印。欧盟诞生，欧元诞生，那么美国在欧元的问题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对于欧洲来说影响很大。还有特别是一些这个当初这个欧洲的一些金融危机啊，跟美国也有一些关系，所以欧洲跟美国之间是有看法的，所以欧洲利用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来获得一些它的有利的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所以欧洲和美国的节拍不一致，完全正常。这并不能反映什么呢？这并不能反映欧洲是在亲共，这一点我觉得需要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大前提。第二个大前提，大家一定要知道，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和中共之间的对立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更强烈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欧洲或者是德国它有亲共的倾向，这个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欧洲毫无疑问，它有自己的节奏，它有自己的对华节奏。比如说中欧的这个投资协议在谈，它有它的战略利益在那里。但是美国怎么样去协调欧洲，包括英国，包括其他的西方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这就是美国需要做出一些什么，做出一些战略上的让步。你可以看，川普总统对欧洲是最不客气的，他是最不客气的一个美国总统，所以现在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啊，有一些问题的啊。但是总的来说，西方国家它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我讲的是在对华政策这个角度，所以它能不能协调，我认为是可以协调，关键是要看什么，要看川普总统的态度。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有态度，有让步，那么这个欧洲没有疑问一定会加入到这个西方的联盟当中来，因为选边还不知道该怎么选嘛，这不难吧？好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国内的媒体那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而已。欧洲怎么样也不会站到中国那一边去的，这个是绝对，这绝对是痴心妄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欧洲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只是在大前提之下的差异而已。提问：第一步是英美联盟，第二步是五眼联盟，第三步是否可能利用英国的影响力调动整个英联邦？其实英国的能量是很大的啊。这一头是什么？就是说英美之间先建联盟，然后是五眼联盟，大家看得很清楚，很简单。然后再往下，这一头是什么？当然是欧洲啊。这一头是什么？英联邦。就其实英美之间的联盟，它可以一下子可以扩展到基本上整个西方世界啊。所以在亚洲，美国有3个主要的盟友：日本、韩国、台湾，对吗？这3个主要的就在亚洲，就是东北亚地区，他把这三个盟友拉上，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形态就已经形成了。所以其实现在并不是一个叫什么，并不是一个零基础的联盟，这联盟已经有的样子，只不过要去确认，要去穿针引线去实现它而已。提问：听新闻说，最近汇丰银行、瑞士银行等等在香港营业的外资银行在调查香港客户的政治倾向，请问王先生怎么评价这件事情？在港外资银行的这种行为会有什么后果？他们做这个动作呢，当然是做给特区政府看的啊。那当然背后也有特区政府在发功啊，这他也不敢得罪他，你在地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他做个动作要真的去有实质的影响的话，美国人也不会不知道。那汇丰银行也会，汇丰银行是在这件事情夹在中间啊，他也有什么说呢？他有他的无奈，但他有他的鸡贼，就又无奈又鸡贼，所以呢，可能他会遇到一个麻烦，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就是如果真的美国要制裁起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需要什么？需要英国人，对吗？英国政府啊，英国政府找汇丰银行，那跟美国政府找汇丰银行那不一样啊。提问：请问王先生，这2天，余茂春这个人突然在媒体间变得很热门，尤其是上一期节目结尾，王先生也暗示有个中国人在帮美国出谋划策出谋献策。请问你是指余吗？是的，我不是，其实我没有特定指余啊，因为我没有太关注到余茂春这个，当然我已经看到这个名字，但是我没有特地去，是我也是这2天看到的余茂春这个名字啊，那么之前没有留意到，只不过呢，其实我一看到，美国白宫出来讲这个中共是中共，这个中国是中国，中共不能说是代表中国等等，我当时就觉得这背后肯定是中国人出的主意啊。慢慢的这件事情越来越明确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一个中国人，因为这个政策非常精准这个政策非常的精准的点到了关键的，就是你看这是手机下围棋这就是手机所以我没有暗示他是余茂春但是我知道中间有个人一定是中国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出的一些针对中国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制裁谁呢？制裁中共党员这个很到位非常到位。因为你要知道，
把中共从中国里面摘出来对付，然后把习近平从中共里面摘出来对付。你看这个策略马上其实非常符合统一战线的战略，对吧？就是用中共的自己的策略来对付他啊。所以这叫什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提问：美国防长说2020年底访华，请王老师解读一下。其实他不是说他希望访华，他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我要去中国，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们的想法。这还是美国人的做派啊，美国人的做派，他没有别的，他就是这个，就我们应该保持沟通啊，不能有战略误判啊。我要去中国跟中国讲我们的想法，告诉他，希望他们了解这一点，不要误判形势，误判形势会做一些错误的行动，那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其实他是这个意思啊。提问：看了很多期王老师的节目，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新疆发生了事情，但前不久浙江又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个疑似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强奸被判缓刑，浙大仅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而同一时期考试作弊的汉族学生却被开除学籍。政府在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是否自相矛盾？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地位到底如何？非常好的问题。好，我们就讲讲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中国在少数民族政策上面是有一系列的行为的啊，它是有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它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一正一负啊，一正一负。我先说负的这一面啊，就是中共在非常系统的摧毁少数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包括宗教啊，这是负的层面。就是说，它一方面就是系统的摧毁，包括他们的语言，包括他们的文字，包括他们的风俗，包括他们的宗教等等，它在非常系统的摧毁掉，就让少数民族汉化，这是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最核心的部分。当然，中共也非常系统的摧毁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一样的。其实呢，中共在建政之后，一直在非常系统的摧毁整个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等等的，它是非常系统的在摧毁。当然，针对少数民族，它有特殊的政策，这个特殊政策是怀有深深的恶意，那么当然，对待汉族，这个恶意就不那么明显，因为他在身在其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头是这个啊。那么但是另外一头呢，作为交换，他有给一些少数民族一些优待，比如说高考加分呐，比如说有一些为了平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种情绪，他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宁愿放弃。中国就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司法，他为了政治需要，法律的公平不存在，中共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看到，少数民族是吧？啊，那就优待一下，就这样。就是这些东西呢，又引起汉族的激烈的，就是我们就非常的厌恶啊，讨厌，它就引起了什么？这种优待呢，引起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所以你看中共的这个少数民族政策，无非是这两条啊。第一条就是我说负面的这一块，就是系统的摧毁文化历史传承、历史传承、宗教等等，一次非常系统的摧毁啊。这一头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汉化啊，包括
掺沙子，包括这个所谓自治，没有，哪有自治？中国哪有自治？地方自治都不存在，还少数民族自治，怎么可能？所以自治根本是骗人骗鬼啊！所以这里面在少数民族政策方面，就是我刚才这一头，另外一头就是有一些优待政策，主要是为了缓解少数民族的这种反抗情绪，所以给他一些优待。这些优待呢，又会引起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这种对立情绪，就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地位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吗？没有什么地位啊，歧视，除了歧视没有别的。歧视是什么情况？你拿一个新疆身份证，你去租个店试试，你就知道少数民族在中国是什么地位啊。观点：浙大新疆学生事件更说明这个完全不是个法治国家，而是政治随意操控的国家，非常恶劣的事件，非常正确。中国式逻辑：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所以很多大陆的无脑护犊子习以为常，完全不讲道理，非常正确。前面3句话大家记住啊。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有没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很到位啊！这个话，中国式的逻辑就是这样啊，就是问态度。所以呢，你经常说的是，领导一发话，马上去做，还不管3七2十一，我先做，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好做坏是能力问题。我先把态度表了，领导一看，哟，很积极啊，可以，不管结果怎么样，结果一塌糊涂。中国的事情就这样啊。情况确实，我的哈萨克朋友之间交谈都用汉语，都不用哈萨克语了。别说哈萨克语，就说粤语都在消灭当中，你说呢？请问今天 BBC 报道新加坡大选在野党赢得更多的席位，请问王先生，这个结果有无国际影响？谢谢。我真的没有研究新加坡的大选，所以我不敢说我没办法答你啊，谢谢，抱歉啊。观点：土共所谓的白纸黑字都是笑话而已，土共宪法不过一张赤纸，赤纸还能用，而宪法就是一个笑话，非常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护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性命，那这个宪法就是笑话一则啊。情况：余茂春的新闻在墙内出来以后，微信群里有南开大学的老师感到紧张，因为墙内有些爱国媒体开始批判大学和大学教育，结果有人说南开大学不用担心，中央党校培养出那么多贪官也没事。南开大学有人紧张，南开大学的老师感到紧张，这有什么好紧张的啊？过度解读了吧？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明天系这个事件 ？CCP 还会动用其他国内的大财团吗？那不好说，不知道，那真的不知道。新闻发生了，我们才能知道。明天系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啊。明天系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财团或者是民间财团的问题啊。提问：王先生对崔永元怎么看？对崔永元2点。第一点，他是个大 V 啊，大 V，他是个影响力非常大的大 V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围绕着崔永元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啊，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我们不知道啊，有些到现在也不清楚。所以崔永元是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原来是微博大 V， 现在他来到这个推特啊。那么我觉得保持对崔永元的高度关注是有价值的啊，非常有价值。我很多崔永元的发言非常的犀利，而且切中时弊啊。
成为当时一时之语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对崔永元，而且崔永元也保持了这种勇敢的、非常勇敢、非常敢言的这种态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崔永元的对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对很多中国人的这种觉醒有很大的帮助啊。当然，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大 V，那么中宣部肯定是要不断的打击的啊。所以他为什么会跑到推特上来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当然围绕着崔永元也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说这么多。观点最讨厌国内把人分3、6、9等，什么吃的苦上苦，方为人上人，先把自己不当人，一旦掌权就把别人不当人啊。中国社会一直就是3、6、9等啊，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就是这样的，1、2、3。中共虽然他说他是个革命党，虽然他说他要搞共产主义，但是中共也没有脱离这个封建社会的这个等级观念也是一样的。中共你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平等的对待中国人民，没有，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中国自传统到现在都没有传统的概念啊。观点希望可爱的小熊猫快点出场，好吧？我在想啊，观点觉得王先生看问题深刻或有价值的新听众，强烈建议各位看看以往的节目，都很有价值，还请点赞支持王先生的节目啊，谢谢你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去明谢一下 Jeff Wang， 谢谢，阮光能，谢谢 Ben S， 谢谢。我是广州人，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可以支持香港的抗争，不过我相信支持王先生的节目就等于支持香港同胞，请王先生食只燒鵝左臂啊，謝謝你啊！送金一樓啊，1樓 OK。堅俊丁，謝謝。Kinem Yom， 謝謝王先生辛苦了。最近從牆外傳來很多令人振奮的消息，我牆內也感到一絲希望，希望天亮不會很遠。王先生前一段時間分析和呼籲的事情，現在都在一步一步的發生。您一直強調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誤判和美國對香港議題的不作為，現在正在改變。我相信白宮和相關人員應該聽到您的聲音，現在按照您的呼籲的方向實現。謝謝你的支持，也謝謝你的肯定啊。ZC， 謝謝王 Sir， 美西辛苦了，天氣熱，整翻杯鹹檸七1樓啊，好。陳 Claudia， 謝謝。好，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個節目再見。再見之前，請大家點讚，請新來的網友訂閱，請大家加入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做更好的自己。謝謝大家，謝謝。